想有时候最怕一次没有准备。总是喜欢看球队，不对，下一秒有新的体会。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太多在意料之外的结尾。告诉我，你眼里的一切会是怎样的？不讨论对错，最重要的是有全力而为，最重要的是别无言以对。无论谁放下懊悔，我学着会内心至少进退，我学着会甘心勇敢面对。可是你是不可抗力奈，只是对你才会不知进退，只是对你才会很难面对。毕竟爱是不可抗力的异类。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从今天开始的。走了啊，拜拜，走了，陈瑶，明天见。哎，走了，哎，明天见啊，拜拜拜。拜拜。走了，明天见。拜拜。瑶瑶，昨天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我气了好吗？这个校友会真的是个不错的机会，我还是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参加。我在楼下等你。说到底，他也是为了我好，我是不是太敏感了？不愧是名校，来的全都是知名律师。会不会妆太浓了？没有啊。口红好像太红了，我还是去趟洗手间，你先进去。哎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这么重要场合，可不能给钱红丢脸。钱豪，我下周就要出国了，今晚想过来跟你道个别。之前的事情，很抱歉。程瑶原谅了你，但我并没有，所以以后我们不用再见了。我明白，跟我想的一样，你最后还是被程瑶征服了。你们结婚的那天，帮我转达一声恭喜。哎，钱豪，你谈恋爱了？你女朋友该不会也是律师吧？没错，虽然她现在还在京城，但我以后肯定会让她有更好的发展。一会儿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现在的小姑娘真是聪明，知道要跟对人。她确实很聪明，所以我也想尽可能的帮助她。如果有合适的案源，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关照她一下。有你在哪儿用得着我们？她只要听你的不就行了吗？你们呀，真是。瑶瑶，来，他女朋友吧？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程瑶。真是漂亮啊！怎么样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为什么要结婚啊？婚姻只保护财产，不保护感情。只有不够独立自信的人才需要抱团取暖，这是每一个做家事律师都应该明白的道理。我和我女朋友都是这么想的。啊，请问二位需要点香槟吗？啊，这是冰的，她不能喝。这好酒量啊！怎么了？哎，钱豪，最近忙什么案子呢？我还是老样子。不错。钱豪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咱们改天再约啊。回头见，拜拜。再见。哎，拜拜。再见啊。你是不是不开心了？
没有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们的分歧。你说这些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跟我商量一下？你是指的结婚？那天我在餐厅听到你说不想结婚，只想投身事业，我以为我们俩在这方面想法是一致的。建恒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一直在帮我做一些决定，无论是我的职业规划，还是对婚姻的看法，一直以来你觉得你做的、你想的、你坚持的都是对的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想法？还是说你觉得我根本不需要有想法？不，当然不是，我就是想关心你、照顾你、保护你，让你少走点弯路。你别生气了啊！我要的是理解跟尊重，不是这种关系。算了，我想自己待会儿，先回家了。夜已深，紧闭的门，谁不是一个人？曾憧憬的青春，只是飘落的灰尘，夜色已沉。闭上眼，不再追问，没有要等的那个人。有些事要承认，但也不必认真。人生啊，需要安稳。是一个人，谁不是拖着疲惫的身，咽下伤痕，转身重生。我们卸下伪装，一个人被时间追着的赶路人，万种身份也只是。所以说，昨天晚上。你一个人回去的？昨天晚上回去居然失眠了，盯着天花板看了一晚上。原来睡不着是这种感觉。干嘛呢？下班了，不回家？那么早回去干嘛？反正晚上也睡不着。怎么了？这是？琼瑶生我气了。可能我是在生我自己的气吧，明知道不能逃避，但还是不敢面对他，躲到你这里来了。我甚至都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突然就出现问题了。明明一直都挺好的呀。我知道，我们一直都挺好的，只要有他在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觉得很安心。但是最近，他的一些想法跟行为，让我觉得很不被尊重，甚至被看轻了。这根本不合逻辑。我就是想多关心他一点，为什么他会觉得我不尊重他呢？建恒，这是恋爱，这又不是辩论，哪儿来那么多逻辑对错呀？把你那智商啊往情商上挪一挪，好好想想人家到底要什么，去理解一下人家内心的感受，啊。那你现在还想不想和他在一起？还是说你想跟他分手？我不想分手。瑶瑶啊，很多事情不是说非得马上就去解决它，就像你俩这件事儿，你就拖着它，晾着它。
说不定他现在他自己也在那边着急呢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。你现在这么去找他，这事儿肯定越来越糟。你还是给他一点空间，搬回别墅去冷静一下，好好想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，你再去找他，不迟啊，兄弟。我觉得你给你们2个点时间，说不定会有转机的。嗯。也是，也许他现在根本就不想见到我吧。哎呦，好妹妹，真的。拿回重做。又被前律修理了。于飞，我们改了17遍了，他到底是咋了？啊？京城的人说，程瑶最近一直跟顾北清搭档，赢了好几起案子，反倒是钱律暴躁的跟更年期一样。京城的人都在问，程瑶是不是给钱律戴绿帽子了？那真戴了吗？你觉得呢？要是真的，他不早就杀到京城去了，还至于拿咱们撒气吗？再者说了，见过钱律这种款式，应该也瞧不上顾北清。那到底是因为啥呀？神仙打架，小鬼遭殃，改哪儿啊？给点提示也行啊。改命吧。改哪儿啊？没想到我们真的赢了这个案子，我运气变好了，手串真的有用啊。是我们调查做得好啊，不过你开心就好。刚刚这京城的程瑶打的是真漂亮，这思路清晰，逻辑缜密，看来是真的有本事。可不是嘛，我听说啊，他出事之后就把钱恒给甩了，看来这事儿是真的。而且啊，这钱恒因为分手这事儿，整天寻死觅活的，那过得可惨了，是吧？瑶瑶，没事吧？我跟他们解释一下。不用了，这种事情越骂越黑。打赢官司，请你吃饭吧。行。哎，没事吧？不是，刚刚觉得脚底有点滑，明明庭审的状态挺好的呀。钱恒啊，王院长，我女儿总是和我念叨你。哎，你看什么时候有空和她一起吃个饭？啊，抱歉，王院长，我最近确实太忙了。工作再忙，个人问题也要重视的嘛。你看你现在都已经单身了，跟我女儿吃个饭，有什么不行的？走吧。走。王院长，那些都是谣言，我跟我女朋友感情挺好的。钱恒啊，我明白失恋很痛苦，但你要认清现实，不能沉溺于幻想。就算被甩，也不能这样自暴自弃嘛。是。这宗遗产案你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想法。当事人叫陈琳丽，多年前呢和丈夫张凯共同创立凯利文化，现在在公关业内也是数一数二的黑马存在，目前身价估计近100亿。几个月前呢，陈琳丽带着张凯和儿子张然共同去国外度假，坐热气球的时候呢，发生了意外事故，丈夫和孩子抢救无效死亡。陈琳丽和婆婆黄冉就遗产分配问题产生争议。黄冉希望分割公司的股权，但是陈琳丽则希望以其他的形式把遗产分配给婆婆。但现一审的判决结果，当事人败诉。一审虽然没有公开庭审记录，但是我推测他们的争议焦点应该是张凯、张然父子死亡顺序。
如果是父亲先死亡的话，那他的遗产将平均分配给陈林娣跟黄冉，还有当时活着的孩子。然后孩子再死亡，遗产将由陈林娣来继承。如果是孩子先死亡，那他的遗产将平均分配给父母，然后父亲再死亡，遗产再平均分配给陈林娣跟黄冉。对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孩子先死亡的话，陈林娣分配到的遗产就会少；如果是父亲先死亡，陈林娣分配到的遗产就会更多。当地部门也是认定体弱的孩子受伤更严重，就直接推定了先行死亡。一审的判决结果也是基于孩子先死的事实，导致黄冉分配的遗产份额增多。光是房产和现金是没有办法填充他的份额的，分割凯丽的股权不可避免。但是，如果能证明丈夫张凯先死亡，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陈林娣很大概率上可以保全住凯丽的股权。为了遗产分配，不停地去推断亲人死亡时间，这也太残忍了。是的，但是呢，现在当事人指明你作为代理律师。当事人认识我。黄冉的代理律师是钱恒。这个案子接不接看你啊，我都尊重。陈女士，你好，我是陈瑶，程律师。请坐。好。需要喝点什么吗？都可以。来一杯热可可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程律师，我想我的资料你应该都看过了。现在我这个案子的进展是这样的：您和您婆婆目前争议最大的遗产部分是凯利控股的股权，对吧？您不希望凯利控股被分割，希望以现金、房产等其他资产形式分割给您婆婆，由您来全权掌握凯利控股。目前争议最大的部分是您儿子跟您丈夫的死亡时间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关于遗产纠纷，一审的时候是不允许旁听的。虽然您的案子没有公开庭审，但是您的婆婆黄冉女士接受过一些媒体采访，我做过一些功课。你好，您的热可可，谢谢。得知对您儿子跟您丈夫的死亡时间，当地的处理方式有瑕疵，所以对死亡顺序上有争议。程律师，其实你可以不用去找那些报道的，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手案情。我明白您同时失去2个深爱的人会非常痛苦，所以如非必要，我会减少向您提问非相关案件细节的次数，只有几个关键问题你回答我即可。我只要凯丽，其余的我什么都可以不要。你能帮我争取到吗？既然您选择了我，我就会尽全力。只是有一个冒昧的问题，您选择我做您的代理律师，是因为我是钱恒律师的女朋友吗？我是从新闻里知道我婆婆的律师换成了钱恒。我在网上查了他的资料，我发现几乎没有他打不赢的案子，所以我很担忧。后来我就知道有你的存在，我想，如果有你当我的代理律师，或许会不一样。您能选择我，我非常荣幸。只是有些话我要跟您说清楚，我只能用我的专业能力去服务您，至于其他的，我不会利用我的身份妄图绕过法律去影响对方律师或者案件结果。另外，钱恒律师非常专业，他不会因为我是您的代理律师而心软，所以恐怕要让您失望了。离开庭还有一些时间，您找其他律师还来得及。
对不起啊，程律师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改变主意了。通过刚刚跟你的交谈，我能够感受到你作为一个律师的专业度。你认真细致，温柔却有力，这是在其他律师身上看不到的。所以，我请你留下来，是因为你身为一名律师的身份。程律师，我想跟你合作。我再跟你确认一遍细节。谢谢。Hello， 陈老板。哎，一个人呢？不用够了描述什么，我用肌肤量滚它，不用手掌比什么翅膀，我有山酸雪飞翔，哒哒哒哒哒，时间不会说话。可是我心底的美好，想和你抵达。巧了，什么巧了？你说呢？让永恒来回答。听着海誓山盟那些承诺，谁都转变过。不是，人呢？不在就是走了呀。好久不见，瑶瑶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找我什么事儿？陈丽丽这个案子，能不结吗？为什么？她婆婆黄冉的律师是我呀。我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陈琳丽根本不会注意到我。不过我刚入职京城，不准备对案子挑三拣四的。如果你是为了在京城的发展，我可以推荐几个更优质的案源给你，保证你能打赢官司，真的。京城的案源确实不如均衡的稳定，但是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工作，不需要你帮忙。还有你放心，陈琳丽的案子我会公正客观去对待，跟你平时案子一样，我不会影响你的。可你已经影响了，我既然知道对手律师是你，我怎么可能不在意这件事情？那就要辛苦你自己调整了。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工作。瑶瑶，我不想我们的关系再雪上加霜了。之前很多事情我都可以让着你，但是在案子上我不会掺杂任何的私人感情，这是工作，我没有办法让着你的。你为什么要让着我？我也是一名律师啊，还是你觉得我会用女朋友的身份去逼迫你妥协？千恒，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成熟独立的律师，你也不尊重我们现在是对手的事实。没有，绝对不是，我从来没有不尊重过你，而且我尽可能的去迁就你。但这个案子，它不是非接不可的。我上次跟你说的尊重，你根本没有听进去。千恒，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成熟独立的律师，
你也不尊重我们现在是对手的事实。哎，宝瑞，怎么了？老板，我刚知道，陈玲丽代理律师是程瑶啊，那这案子咱是不是不接了？为什么不接？为什么？程瑶是你女朋友啊，你不得让着点她吗？你现在回律所给我加班。啊？早知道不打了。可你已经影响了。我既然知道对手律师是你，我怎么可能不在意这件事情？我是不是对他太过分了？好不容易见了面，结果却……姐，大周末的你来我家半个小时，叹了10几次气了。有吗？真是。其实陈琳那个案子，你又不是非接不可，何必为了一个案子把2个人关系搞得那么僵啊？我知道不是非接不可，也知道这样会让他很为难，可是我就是忍不住，我想作为律师，作为对手，跟他在法庭上交锋。哼，你们俩这情绪真特别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过分啊？他对我那么好，我却好像伤害到他了。其实我对这段感情总是会有不自信的时候，我怕我一辈子都赶不上他。我更怕像梁依然说的一样，被认为是他身边的一个花瓶。越是喜欢，心里就越是失衡。可是钱恒是爱你的，我都看得出来，他对待你们这段感情是很认真的。我知道他对我是认真的，我对他又何尝不是呢？就是因为太认真了才会伤心，不是吗？啊？哎，算了，归根结底还是我自己不够优秀，所以才会患得患失。梁依然的事情是这样，陈琳丽的案子也是这样。如果我足够强大的话，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，那么想要证明自己。我拜托你，给我振作起来行不行？你那么聪明又努力，啊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也可以成为像钱恒一样有名的律师的。你根本不用跟任何人证明你自己，你就是最独一无二的。但愿吧。他说我已经影响到他了，我就希望这个影响是正向因子吧。是，这个电话。喂，学长。程瑶，陈琳丽自杀了。啊？陈女士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坐吧。是因为案子吗？陈女士啊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取得应得的权益的。今天是阿凯的生日，我跟阿凯有很多共用的网上账号。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了很多阿凯的生日祝福，然后就想着去给他平时喜欢的生日蛋糕
去蛋糕店给他买一个，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没有阿凯了，也没有生日了，永远都没有了。我就觉得没有他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陈女士，我理解失去至亲的痛苦，但日子还要过下去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今天真的没能撑得住。我能冒昧问一下，您为什么想要凯莉吗？凯莉是我和阿凯在一起亲手一步一步带起来的企业，现在阿凯没了，然然也没了，凯莉就是我唯一的回忆。那您为什么不想给您婆婆？我其实对我婆婆没有敌意，我也想跟她搞好关系，但是我婆婆她不懂得企业管理的，她也不了解凯莉对我的意义，她总觉得我跟阿凯在一起是为了钱。如果她拿到股权，她一定会抛售，甚至会为了跟我作对，什么都反着来。再加上在这个节骨眼上盯着凯莉想要趁机吞并的人有很多。如果我婆婆拿到了股权，还有那些小股东他们一起倒戈，那么我很有可能就拿不到控股权。到那个时候，凯莉就是砧板上的鱼，他们只会觉得把凯莉的股价调高，迅速的抛售，然后拍拍屁股走人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太多这种短线操作，毁掉了不知多少可以走长线发展的创业品牌。所以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凯莉身上。她是我阿凯唯一的心血。放心吧。当时出了事故，我们好几个同胞都停下行程，特意陪我去医院，还给我垫了医药费。能问的律师我们都问了，当时很混乱，没有人能知道阿凯和然然是怎么没的。请问当天事故你在现场吗？对，我在现场，我是跟我媳妇儿去那个国外旅游嘛，然后就是边走边拍照这些，然后就突然看见那边那天上掉下来个东西，然后那您说你拍过照片，那有照片吗？但是相机摔坏了，我那天人太多了。好，走，看新办公室去。来，程曦，这以后就是你的办公室了，怎么样？我特地亲自布置的。一定要用这张壁纸吗？这多好啊！每天看着我笑，我可喜欢咱俩这张照片了。哎，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入职吗？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啊，或者说问题啊，你就随时问我，啊。哎，给你特地准备的椅子，坐试试。啊。看看软硬，舒服吗？哎，舒服舒服。行吗？行。他们都很怕钱恒吗？跟程瑶闹别扭之后就变成这样了，每天啊，气压特别低，所以说同事们都离他远远的，不想被他那个低气压影响到。别搭理他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学姐，钱恒，学姐，哎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
我今天不是刚入职吗？吴军就安排我出差，他就没有人照顾了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？我没什么经验，我没照顾过狗。是挺冒昧的，但是我问了吴军和瑶瑶，他俩都说特别忙，我实在找不到人了。那我试试。谢谢。没事。这是他的其他的东西。好。那麻烦你了。学姐，程瑶最近好吗？他说他自己挺好的，但具体好不好，我不知道。我是不是没机会挽回了？我跟你说件事儿吧，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，我父母就跟我说让我再努力一点，这样就可以好好照顾妹妹。但是有一天瑶瑶跑过来跟我说她很伤心，因为父母从来都没有跟她说过让她好好照顾我。他也跟我说过，他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够保护你。是，她很要强，也很努力，所以她更在意自己是不是足够优秀，你明白吗？那魏震天就拜托你了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也可以给瑶瑶打电话。谢谢，再见。魏震天，你不许乱尿，不许拆家啊，要乖乖听话。哎，晚上见面是吧？有时间，当然有时间。魏震天真是我的小福星啊！是不是广告？没事，别害怕，别害怕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最近太忙了，一直没联系你，别生气啊。我约你来，想跟你聊一下陈天地跟黄冉的案子。你找我来，是为了聊案子呀？不然呢？你答应见我不是为了聊案子吗？好了，是这样的，陈天地跟黄冉的案子，我想试着让2位当事人见一面。我希望可以协商解决，在2审之前达成庭前和解。不可能，黄冉根本不想见陈天地，绝对没有和解的可能。那是因为黄冉认为陈天地跟他儿子在一起是为了钱，但事实不是这样。陈天地非常爱张凯，比爱自己还爱。他想要凯丽的初衷也不是为了争夺遗产。如果黄冉可以知道这个事情，不是没有和解的可能。程瑶，我早就教过你，离当事人远一点，不要相信当事人教给你的故事，你只需要知道当事人的诉求就行了。更何况我早就说过，爱情可以是纯粹的，但是婚姻不可能。婚姻里夹杂了太多的利害关系，到最后就变成这种扯开话皮的利益战争。你想想，如果陈琳丽真的不为了钱，能1审结束了还不死心吗？你都知道，我一直记得。同样，我也不会盲目的去相信当事人的话了。但是我做的任何事情，推断的任何结论都是有理有据的。同样的错误，我不会犯第2次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一个律师只关心客户的诉求，这很安全，也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如果他可以去了解客户诉求背后的初衷，我相信对案子的结果也是很重要的。建恒，律师需要专业，同时也需要情怀。这是我整理的资料，里面有证人证言，给你看一下。
陈宁丽刚自杀未遂过一次，我知道黄冉一定会觉得他是在作秀。但是这段视频来自事故的亲历者，没有造假也没有剪辑。如果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鉴定。事故的当天，陈宁丽也受伤了，而且还有脑震荡。我相信多数人在她这样的境地下，一定会求人先救自己。但是陈宁丽的第一反应是求人先救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。先救我老公还有我儿子。因为爱，她连人最自私的自救本能都可以克服。你还相信她是为了利益才跟张凯结婚的吗？我一直都认为，法律是冰冷的，是中性的。但是作为律师，我觉得可以在法律的理性之外有一些人情味。这不仅不会影响到专业度，甚至会让一个律师变得更好。当然，我承认我的能力不如你，但是很多时候你对职业的认知我并不能完全认同。如果一定要用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纠纷，我的胜算会很小。想要推翻跨国死亡证明，这个事情太难了。所以我想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考虑一下，用别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纠纷？律师是矛盾的解决者，但是解决的方式也不局限于诉讼嘛。家事纠纷也是可以和解的。陈丽丽爱张凯，黄冉也是。这个事故对他们打击都非常的大，他们同样爱着逝者，为什么不可以和解呢？周瑶，我打了这么多年官司，我的准则就是帮我的当事人获得更多的利益。利益相悖的两个当事人之间，哪有什么和解呀？都是一种策略罢了，真的。不，我想要的是完完全全的和解。我想证明婚姻不只保护财产，它同样也保护爱情。即便有一方离开了，爱情也会一直存在，这份爱意永远都不会消失。不用够了描述什么，我用肌肤量滚它，不用手掌比什么翅膀，我有神算学飞翔，哒哒哒哒哒，时间不会说话，可是我心底的美好，想和你抵达，哒哒哒哒哒，随命运来甩打，让永恒来回答。听着海誓山盟那些承诺，谁都转变过，听着蜜语甜言那些情话，谁自问自答，我迎着你，世界从不停说嘲笑话，谁让我偏偏有本领做你的童话。凭海誓山盟那些承诺，谁都转变过，任凭蜜语甜言那些情话，谁自问自答，我走向你，任世界不停说玩笑话，算什么我就说爱你呀，或许无条件的相信野草奇迹会开花，或许勇敢腾起那